当地时间10号，正在访美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强化防卫合作。首次美日非三边峰会将在当地时间11号举行。外界预计，此次会议或又将催生出一个新的小三边机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当地时间10号上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南草坪为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欢迎仪式。这是日本首相时隔9年再次以国宾身份访美。拜登强调，美日两国伙伴关系牢不可破。We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our allies again, because our alliances are America's greatest asset. Th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is powerful proof of that. 拜登与岸田随后举行了会谈。据美媒报道，双方谈及的议题包括技术和防务上的新举措、升级美日盟军指挥和控制安排，以及在太空、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新投资和伙伴关系。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将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未来的登月计划中，为日本分配2次宇航员飞往月球表面的机会。 双方还宣布了一系列投资新计划，日本丰田将斥资80亿美元，用于增加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电池产量。美国微软则将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方面向日本私营部门投资29亿美元。外界最为关注美日领导人在此次会晤中有关加强安保同盟的内容。拜登重申，美国仍毫不动摇，致力于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保卫日本，并使用全方位能力，包括核能力。 岸田则重申，日本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从根本上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和作用，并按照条约加强与美国的密切协调。会晤中，拜登还透露，美日澳将首次建立一个空中导弹和防御架构网络系统。岸田则通过现场翻译表示，日本政府已准备好成为美国应对地区和世界各地挑战的全球伙伴。 实际上，早在上月底，美日两国就宣布计划更新已签订60余年的美日安保条约，通过重组驻日美军指挥机构、强化多边合作、联合研发武器装备等方式，推动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升级，还加强了与美国和其他地区盟友的联合军事演习。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近来大幅提升国防预算，上月还宣布计划解禁对外出口具强大杀伤力的新一代战机，被视为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有分析认为，上述动作恰恰证明日本正在努力成为拜登所说的用来震慑对手的网格状战略架构的关键参与者。关于美日同盟，可能过去更多的是聚焦在这个防御日本。经过这次峰会之后。 这个美日同盟可能会转向一个投射性的。总体来看，美国可能会允许日本增强它的国防能力和军事能力，这样可以分担美国在一些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的压力和负担。但是，美国也不希望日本的军事力量过快的增长。 所以，他这次也专门的提到了美国会执行对日本的保护的义务，包括动用这个核武力在内。这个是美国的考虑，但是日本方面可能还是希望借美国政策上的一个松绑，希望尽快实现所谓的变成普通国家或者正常国家这样一个步伐。 日本媒体炒作称，岸田此次访美收获不小，不仅推动美日同盟史上最重大升级，也受到了美方高度重视。先是参加了拜登夫妇在白宫举办的国宴，当地时间11号还将前往美国国会，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 但外界注意到，岸田高调访美刷存在感，日本民众并不太买账。在日本首都东京街头，200多名民众游行抗议，反对日美强化军事合作。 全て医療だとか生活だとか破壊して、で全部をやっぱ戦争軍事に集約していくというものなので、絶対に許せません。いう歴史の反省があるとしたら、岸田政権が今進めようとしている日米同盟はもう一度の戦争の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岸田访美前夕出炉的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跌至16.6%，较上月下降1.4个百分点，为本届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外媒对于此次美日领导人会晤核心议题的报道中，几乎无一不提到共同针对中国等类似表达。
一位美方高级官员9号在向记者做简报时就坦言，拜登政府转向多边网格状战略架构的想法，就是为了扭转局势并孤立中国。而这点从双方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可看出端倪。声明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针对美日领导人在会晤期间聚焦提升安全关系、对抗中国，且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在台湾、涉海等问题上对中方抹黑攻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强调，美日歪曲事实和真相，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日关系不应针对他国或损害他国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抱持冷战思维、搞小集团政治的做法，坚决反对制造和激化矛盾、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言行。而就在美日领导人会晤的次日，首次美日非三边峰会也将在当地时间11号举行，预计将重点讨论南海问题。外界注意到，抵达美国准备参加峰会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已经开始着手炒作相关话题，声称对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曾就仁爱礁问题达成君子协定感到震惊，菲方正寻求澄清这个协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作出严正回应，造成仁爱礁当前局势的原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是菲方违背承诺，拒不拖走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二是矢口否认杜特尔特政府时期同中方达成的君子协定在海上肆意侵权；三是随意抛弃本届政府同中方就仁爱礁问题达成的内部谅解，执意向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建筑材料，企图大规模维修加固，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如果菲方真正想通过对话沟通缓和仁爱礁局势，就要重信守诺，遵守共识，停止挑衅。观察指出，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挑衅，离不开美国在背后的撑腰。事实上，美国这次作为东道主举行美日非峰会，就是想要打造一个新的小三边机制，在安全防务、经济产业链以及供应链等方面加大合作，企图在对华战略竞争之中使美国处于优势位置。其实美国搞这种小多边，我们都说它有一个一定的虚伪性，它是一个针对性非常明显的一种战略安排。那么他想实现这种战略安排，那自然需要一种至少是名分上的一个正当性，所以当然是地区局势越紧张，他也需要渲染某个特定国家的威胁，它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它遏制中国的一个体系可能会更加的完善，形成一个网络化、矩阵化这样一个局面，而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他可能自以为获得了美日的一个支持，它在这个整个东南亚或者是南海方向的行动可能更具有冒险性，这个显然就是对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也配合拜登政府的意图炒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近日再次跟随美军飞机来南海凑热闹，这次该记者登上的是一架美军的 B-52H 轰炸机。It's the start of one of the longest military missions in the world, a non-stop 33-hour flight by this B-52 strategic bomber group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CNN is the first news crew ever allowed on one of these extensive B-52 missions. 报道称，该飞机正在执行一项前往中国家门口的任务，具体则是从美国本土出发，沿阿拉斯加、俄罗斯东海岸以及中国飞行，到达朝鲜半岛附近的一片空域后，在东海边缘与韩国和日本的战斗机编队飞行，然后返回美国。任务总时长约33小时，飞行里程为13000英里。报道鼓吹 B-52H 作为美军主要战略轰炸机，是美国空中力量的象征，与弹道导弹发射井和弹道导弹潜艇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向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发出了高调信号。That we communicate to our partners that we mean what we say when we say that we're committed to our alliances. That's an example of what the B-52 does. We show up when we're asked. 美国总统拜登高规格接待了日本首相，两国宣布超过70项协议，发布了领导人联合声明。那您是如何来看待美日领导人会晤？梅西你好，这次美日领导人会晤自诩推动了美日战略合作进入了新时代，并且把中国作为主要的防御对象。我们首先看美日两国防务合作措施，也就是70多项协议，其中主要有6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调整了军事指挥体系，提升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和职级，与
日本海陆空自卫队和网络部队组成的统合司令部无缝对接，形成统一的指挥框架。虽然岸田首相强调日本自卫队不会纳入美军指挥下，但是呢，美日联军的构架形成了，在和平时期和突发事件之下可以一致行动。这呢是1960年代签订美日安保条约以来，双方安全同盟体系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升级。第二呢，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强调将使用包含核武在内的各种能力来保卫日本，并且该条约呢适用于钓鱼岛，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第三，美日首次宣布与澳大利亚一道展开防空合作，建立一个防空导弹网络和防御体系。美英澳3国同盟呢，也考虑把日本纳入设计、超音速、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的第2支柱。预计这个日本迟早呢要加盟这个军事联盟。第四呢，美日建立一个军事工业合作平台，共同研发和生产导弹，从而补强美国在武器制造产能上的不足。同时呢，允许日本企业为美军舰船和飞机提供大规模的维修，用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共同培训战斗机飞行员。第五，2025年起，美日英将定期的举行军演，美日菲呢也将建立关键合组。日菲呢正在协商相互种入协议，允许日本驻军菲律宾。美日菲的安全合作计划呢将在3国领导人峰会以后宣布。第六呢，美国支持日本在强化防卫力量的基础上取得反击能力，支持日本这个解除军费开支的上限，把以往军费开支不到 GDP 的1%提升到2%。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日军事同盟的升级几乎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所规定的所有发展军事力量的限制，在为日本的军武化开路。用日本人的话说呢，就是日本又一次的远离了2战后坚守的和平主义路线，可能随时陷入潜在的地区冲突之中。美日提升军事同盟层级，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合，仅仅是为了所谓的防御吗？对中国带来怎样的挑战？很明显，美日提升军事同盟层级针对的就是中国。虽然拜登声称这是一个防御性质的联盟，但是呢，同时也不讳言说要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危险且升高紧张的行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是口无遮拦，说美日2国经过密切的协商，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拜登重申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保卫日本，并使用全方位能力，包括核能力，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2国呢将加强在日本西南群岛在内的同盟部队优化，加强美日的威慑和响应能力。在台海问题上，美日重申把维持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看作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元素，并且呼吁各方呢和平解决问题。岸田首相强调，今天的乌克兰很可能是明天的东亚，显然呢有干预台海问题的企图。在南海问题上，美日2国均认为中国的南海主权伸缩是非法海洋主张，支持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把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抹黑成破坏南海稳定的行为。可以说美日联盟就是一个抗中联盟，对中国的安全呢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但问题又来了，美日同盟能够阻挡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事吗？会妨碍中国维护东海、南海主权的行动吗？不可能。美日澳菲不就刚刚在南海进行了4国军演吗？但迎接他们的是解放军针锋相对的海空战训，这是一个值得他们记住的事件，也亮明了中国维护主权的实力和态度。